我到延吉了，延吉汽车站，从牡丹江坐汽车过来的，坐的这种大巴车啊，因为没有火车的，坐了5个多小时，车票是79。第一次来到吉林延边这里，刚才汽车路过的时候，这个城市还是非常大的，大山之中的城市也是。今天天气不怎么好啊，都是阴天，因为最近东北这边受那个台风的影响，到处都在下雨，要下好几天呢。最近这个水位全部在上涨。现在才5点多啊，感觉都要天黑了。先在延边市区转一转吧，第一次来嘛。汽车站旁边有一个东北亚大酒店，这名字起的真是霸气啊！第一次到延吉啊，看一下这边的情况。这道路还是挺宽敞、挺整齐的啊，还不错感觉。看这个两边的商铺啊，全都是朝鲜文字，还有汉字双语的。这个也是双语，你看那个连银行的都是双语，左边朝鲜文字，右边汉字，所以它跟朝鲜挨得很近嘛。路过了延吉延兴小学校，看这个小学盖的啊，有点那个韩国青瓦台的感觉啊。这个底儿，这些店铺全都是中韩双语啊。据说在延吉这边有50%多的人都是朝鲜族的，汉族的只占47%的人口，其他的都是满族、回族，其他一些民族。所以朝鲜族在这边是绝对的主力啊。很多人都会说朝鲜语的。朝鲜和韩国说的语言都一样嘛，所以也可以说韩语，也可以说朝鲜语。哇，第一印象啊，延吉这边也是很多高楼大厦啊。而且这边路口还有女交警呢，对面也有一个啊，这里，这儿也有一个。现在马路上很少能看到女交警了吧？反正在别的城市不多见啊。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其实我还会讲2句韩语呢，我来讲2句，大家听一下，说的正不正宗？欧巴。哪个的打？阿玛尼库奇哦呀！我现在到了河边了，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。看看延吉的夜景啊。这条河叫什么名字？刚才我查了一下地图，叫布尔哈通河，比较拗口的名字啊。看这个延吉的夜晚还是不错的啊。这对面的高楼大厦，它这个沿岸景色也是挺好的，但是跟那个别的城市比起来，这个灯光啊效果差一点。你像黑龙江的黑河、抚远，虽然是边境城市，河对岸都是俄罗斯，都没有人住啊，但是他们那个夜景也是搞得非常的漂亮。那个河边啊，那个观赏的灯带特别的炫，还有满洲里。这边就比较朴实一点啊。你看河的这边灯光特别少，只有这个路灯，说明延吉这边还是比较务实的，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啊，都比较实用。江边有很多人在散步啊，生活很悠闲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吉林的延吉，中朝边境的一个城市。来到延吉一定要尝一下这边的朝鲜冷面，还有那个朝鲜的拌饭，这是当地的特色啊。现在我先去吃冷面，晚上再吃拌饭，都尝一下啊。这边的冷面有3家挺有名的，第一个是这个楼上有一个服务大楼冷面，第二个呢就是在那边离得不远有一个顺吉冷面，还有一个金达莱冷面，他们3家是当地最有名的，离得都只有几十米的距离。我现在离这个服务大楼的冷面挺近的，就在这栋楼的6层，就去他家吃吧。这边的冷面号称不用去朝鲜也能吃到正宗的朝鲜冷面。哎呀，说的我都流口水了。到6楼了，服务大楼，延吉冷面第1家。哇塞，口气倒不小啊。店里面人挺多的呀。
这种装修风格的。现在中午12点了，我点了一个冷面啊，传统冷面18，还有一个辣白菜，因为它辣白菜到了，是这样的。辣白菜是很有朝鲜特色的啊，它冷面里面是没有辣白菜的。看一下价格表吧，冷面18，锅包肉大碗48，小碗35，然后还有特级冷面，其他的都是一些配菜什么的啊。酱牛肉32，半桔梗是什么呀？这个我没吃过，半桔梗。这边是一些盖饭什么的，还有凉菜，价格还可以啊。看看我这个辣白菜吧，这是它这个是切成3段的，你看这上面全是抹的辣椒啊，应该是很辣吧。看那个韩剧里面，韩国人就喜欢吃这个辣白菜嘛，都腌的嘛，这个是。看看啊，剥开看一下，这好几层呢。哇，冷面也上来了，冷面好大一碗呐。上次在沈阳那个西塔吃的冷面，跟这个差不多啊。它这是荞麦面嘛，面是红色的，还有个鸡蛋，2个丸子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萝卜吗？然后这上面是这个是什么东西也不认识，这是撒的黄瓜丝，下面有一片牛肉，然后这个是辣椒，最下面呢，最下面这个他们当地人叫大头菜啊。看看这个冷面是这样的，荞麦面嘛。先喝口汤吧，它这个汤应该是挺好喝的，酸甜口的，先尝一下。哇，酸酸甜甜的，挺好喝的。然后再搭配一个辣白菜，正宗的韩国朝鲜口味，朝鲜风格。太棒了！看吃饭的人挺多吧？这个冷面怎么吃呀？吃之前先把这个汤啊往上面浇一浇，让荞麦面充分吸收这个汤的营养，然后呢就可以开吃了。对了，它这个荞麦面啊特别筋道，一般都咬不断，需要拿剪子给它绞开啊。身后这里有剪子，你看，剪刀。然后去这个碗里啊，这样给它剪断。我也是醉了啊，第一次见到这种吃法。这个面条确实是不好咬断啊。然后我们吃的时候，一个手拿筷子，一个手拿剪子，然后这样。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如果其实那个高级餐厅是旁边站个服务员，你这样一吃，他这样给你一剪，然后再搭配这个辣白菜。辣白菜不是很辣，只是有点辣味，挺好吃的。这个如果你吃肉的话，吃点辣白菜挺解腻的。冷面里面这个是苹果啊。冷面里面加苹果，喝一口汤，完美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吉林的延吉，延吉是中朝边境的城市，它这边有很多朝鲜特色的美食啊，一定要去尝一下。中午吃的是延吉冷面，晚上来吃朝鲜拌饭。我看延吉这边很多这个连锁店啊，生意都很好，进去看一下。这里面环境挺好的啊，挺干净卫生的感觉。这里有电视，上面在循环播放它那个宣传片，就是别的电视台来采访的那个视频。他这儿是自助点餐啊，我都已经点完了，菜都上来了啊，点了一个石锅拌饭，一个煎鱼。还有一瓶米酒，然后这2个菜呢是辣白菜，这个是酱菜，这个是海带汤。先看一下这个拌饭吧，
看看里面有什么配菜啊。最上面是个鸡蛋，鸡蛋下面是这边是牛肉，这是酱啊，拌饭酱。这个是豆芽，还有菠菜。这是什么呀？看不出来这是什么。这边是蘑菇，这个是西葫芦啊，这是紫菜嘛。这是胡萝卜。这个拌饭啊，就是把这个都拌起来。刚才那个服务员要帮我拌啊，我说我自己拌吧，人家这边提供拌饭的服务啊。然后这个是泡菜，泡菜是不够的，可以去拿的啊。酱菜也是一样的，酱菜特别好吃。这个是香煎鲅鱼，鲅鱼是什么鱼呀？煎的还挺好看的。然后呢，再来一瓶米酒，朝鲜族的米酒，看看，朝鲜族米酒，喝前摇一摇，摇一摇啊。先喝一口吧。啊，有点像饮料啊。其实就当饮料喝就可以了，这个不会喝醉吧？我感觉。然后可以开吃了，把饭拌好了。这个拌饭拌的时候啊，你看了吗？它的米饭还有锅巴呢，这个很好吃啊，脆脆的。这每一层都有锅巴，挨着这个石锅的这个位置就有锅巴的，真香。看一下多少钱吧，忘了说了。这个鲅鱼是10块钱，这拌饭22，米酒8块，一共是正好40块钱啊，这一大桌。看一下，拌饭、鲅鱼、米酒。这几个配料都是无限量供应的。好，开始吃了。我中午去吃的冷面，晚上吃这个石锅。我感觉石锅比冷面好吃啊，那冷面太冷了。这个石锅它是热腾腾的，吃的很爽。真好吃，再来点配菜。来点辣白菜，再来一条鱼，喝口米酒啊，太爽了！尤其是当你冬天的时候吃这一套。热腾腾的，吃得很爽。真的，来延吉不要去吃什么冷面了，吃拌饭吧，拌饭比冷面绝对好吃，冷面吃不惯的。太好吃了，都吃完了，看看，光盘行动啊！真能造啊！一个人吃了这么多。好了，可以散人了。现在店里开始上人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吉林的延吉。延吉是中朝边境的一个城市，是延边州的首府。按照惯例啊，我们新来到一个城市，首先要去它这个城市的制高点，整体看一下这个城市的布局。我在这里发现前面有一座山，这是延吉最有名的，叫帽儿山。看像不像一朵帽子呀？大平原上面突然鼓起来那一块。现在我就坐车去那个帽儿山看一下啊。帽儿山到了，坐公交过来的。看看这个山顶啊，山顶有一个小亭子，站在那个亭子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延吉的市区。看今天天气蛮好吧，
昨天我来的时候下大雨，这还有乌云呢现在，但是整体情况还不错，挺凉爽。这里有一个介绍，这个帽儿山海拔是517米，1962年周总理还来过这儿呢。现在我要爬到那个山顶上去了，环境特别好，这里。上山的路是一条木栈道，这两边都被围起来了。这里写的峰山育林啊，这个树啊都有这个黄色的胶带给缠住了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是防止病虫害吗？一路上来全是这种木栈道，这个森林里面环境非常好。到山顶了，山顶是一个3层的观景平台，到这个平台上去看一下。哇，我现在到了最高处的观景平台了，看一下啊，登高望远，这视线真的是太宽阔了。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延吉市区，那个是延吉西站啊。看看这个地势多平坦，这边那边有几个小山包啊。这边是龙井市，龙井和延吉挨得这么近啊。这边是一望无际的田地，远处都是高山。这里是个电视信号发射塔，这都是大森林啊，看这边太壮观了。然后延吉市有布尔哈通河，这边是海兰江，等于是2条江把它夹的呢。然后这2条江一直流到那边啊，再汇入一个什么嘎雅河，然后再往前流就是图们江。图们江就是中朝边境的那个城市了。过2天我去图们江。哇塞，大家来延吉一定要来这个山顶上看看这个风景，一览无余啊。这个延吉市一共有50多万人口，其中有30多万就是朝鲜族的。哇，这个地方朝鲜族比汉族的人还多，所以这个马路上啊有很多的都是中朝双语的，说的这个朝鲜话，写的朝鲜字，然后饭馆的菜单也是朝鲜文字写的。你看这个上面的简介什么的，都是用的朝鲜的文字，这边是咱们汉族的文字。我们看一下延吉市啊，可以看到它就是被森林包围的大山之中的城市，在长白山的北麓。整个城市呢有一条河贯通，就是布尔哈通河。这个城市还是非常现代化的，现在建设，看看全是高楼大厦呀。虽是边境小城，但是很繁华很热闹。它距离朝鲜60多公里。这边是飞机场啊，就这个看到了吗？长长的跑道，看到飞机还在那飞呢。哎呀，这个飞机的架次非常频繁，真的，它这个一起飞一降落肯定会经过市区，在市区里经常能听到这个飞机的声音啊，特别吵。听这个声音。再看看龙井市这边，金黄色的麦田，一条河流穿城而过，感觉比延吉那边还好看啊，特别漂亮。这里有一个关于帽儿山名字的来源，就是天上的神仙路过这里的时候，被这里的森林给吸引了，然后低头看的时候，神仙头上戴的帽子掉落人间了，所以形成一个帽儿山，挺有意思的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吉林的延吉，看看延吉市的城市景观。布尔哈通河贯通城市，现在水面挺宽的，水位涨上来了，受到那个台风的影响。以前水位他们说都到不了这里，你看现在水位都流到这里来了。这里有水鸟啊，那个桥还挺漂亮的。这个就是延吉大桥，这个桥像不像一只海鸥啊？展翅高飞。看看桥两边的情况，交通主干道啊，挺繁华的吧？这城市。我现在到了桥中间了，就是这个海鸥翅膀连接的地方。
从这里很容易就可以跳过去啊。我感觉如果成龙来这里拍电影，他肯定会跳过去，沿着中间这个走到最高处啊，然后再从上面滑下来。就是这个海鸥翅膀，它这个翅膀我感觉就是一个装饰作用。看这边都穿什么衣服呢？都是长袖。那个女的还穿的皮衣啊，但是这个人穿的拖鞋，穿的好奇怪呀。看一下这个布尔哈通河，宽阔的水面，这个河水是黄色的啊，不够清澈，流速还是挺快的。来延吉的步行街看一下，这出租车是什么？是奇瑞吗？这里有个西市场啊，是延吉最重要的市场。这个市场超级大，一共有5层，卖各种朝鲜和韩国的一些特产，松茸啊、人参啊，然后衣服、化妆品、包包，还有那些餐具之类的，特别齐全，很有人气啊。这边人好多啊，这是各种韩国的调味品。我现在在人民公园，公园里很多跳广场舞的啊。公园的对面发现一栋楼，挺有意思的啊，大家看看，这个楼全都是宾馆啊，各种酒店、宾馆，太有意思了。什么情况呀？怎么这么密集呀？哇，这美女穿着裙子啊，不知道冷不冷呢。延吉市内有2条河流啊，这个河流是汇入布尔哈通河的。这河的两边早上还有早市呢。远处是一个教堂，哇塞，下面好多环卫工人在清洗河道。前2天不是台风来了，这个水流暴涨嘛，水位就把这个给淹了。现在水位退下去以后，这上面全都是淤泥，要把淤泥都清走。哇，这边用洒水车的水去冲淤泥啊，淤泥太多了，这么多人拉着管子，那边还有那么多人呢，可见当时的水有多大，把水里的泥全部都冲上来了。到达图门站，图门这里好冷啊，现在早上5点多。今天天气有点阴啊，这是中朝边境的城市啊，一会儿去那个边境口岸看一看。坐个车去市区啊，拼了个车，来的太早了，现在还不到6点，到这边的早市逛一下吧，没地方去。看看这个中朝边境的早市卖些什么。这边的早餐也是吃豆腐脑、包子、油饼，好像没有油条啊，吃的都一样啊。呀，这是卖泡菜的，辣白菜。桔梗是哪个呀？桔梗，这个啊？哦，这个就是拌桔梗啊。啊，这个好吃那个。我上次吃冷面没认出来。那个大白菜也好吃，朝鲜特色啊。哇，人参哎，35一个。1斤啊，30几个。这一个几斤啊？一个啊，2个1两。一个大概得多少钱啊？一个啊，拿这个3块5。3块5，3块5一个啊。哎，这小的你看看啊，7毛钱。这么便宜呢？人参都卖这么便宜了，3块5一个。和我印象中不一样啊。啊，自己家这个小的才贵啊。哎，年头高，这个2、3、4年的。这个小的，哎，这个多少钱1斤啊？根儿，这论根儿了。啊， 5一根。这是野生的。哎，小野参参。这大的是你自己种的吧？大的是我自己种的。可以啊。
长得跟萝卜似的。这个早市好大呀，从那边顶到头的那边，一直到这里啊，然后又转了弯到这边去了。看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我都不认识。这个10块、12块，这是什么呀？师傅，这榛子，榛子，松鼠吃的那个吗？啊，松鼠也吃啊，这个。松鼠也吃，人也吃啊。我曾经去过那个满洲里的早市，黑河的早市，还有抚远的早市，都是边境城市的早市啊。现在全国各地都吃的差不多啊，这个早上都是吃这个大饼、豆浆、油条、豆腐脑，还有馒头、包子之类的，吃的都差不多。蘑菇，哦，这边真的好多朝鲜族啊，他们说的都是朝鲜语啊。你看这个都是用的朝鲜文字，都不认识。哇，土鸡100一只啊，现杀呢。这里是卖菜的，跟别的地方也差不多都一样，只是多了很多他们朝鲜族特有的一些特产，比如说什么山参啊，这些蘑菇啊、榛子啊，多了很多当地的特产。这是什么冷面吗？这是冷面吗？这两种是冷面啊。这还有卖貂的呢，东北人喜欢穿貂啊。早市这里围着一堆人啊，又是一个卖锅的，忽悠老头老太太啊。这个卖锅的套路就是让一些老头老太太都围过去，然后先送一点小礼品，我看送的是什么抹布啊、洗碗布之类的，然后先送3、4波的小礼品啊，搞起人气来，然后就开始卖他的锅了。这个卖锅的挺会说的啊，他还现场演示他的锅，然后他跟这些老太太们说做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一个是油，一个是锅。看他这个锅没有油烟啊，还是不粘锅啊，然后可以延缓你的衰老啊什么的。哇，老太太一听特别开心啊，马上掏钱就买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吉林的珲春。珲春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一眼望三国，就是中国、俄罗斯和朝鲜3国交界的地方。在这个楼的最高处啊，是最佳的观赏位置。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，上到顶楼。这个景区是70块钱的门票，8块钱的车费，一共78啊。现在到了楼顶了，楼顶有一圈这个观光的走廊，在这个走廊是一眼看三国的最佳位置。我带大家看一下啊，俄罗斯、中国、朝鲜边境，这是3国的国旗，这个点是最佳位置啊。看前面，这个中间是图们江，图们江的右边是朝鲜，这个桥的这个左边，这是俄罗斯。然后这边是我们这个大桥是俄罗斯连通朝鲜的，叫做俄朝大桥。然后这个图们江呀，它一直往前流15公里就流到大海了。前面那个蓝色的一条线就是日本海，应该从这里能隐隐约约看到。直线距离只有9.6公里。我们离大海就是这么近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很遗憾啊，能看到大海，但是去不了。这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楼，大家看，那个是我们的土字碑界碑的地方。然后那个白色的楼旁边有一个土路，弯弯曲曲的，那个是边防战士巡逻的路线。那条路的左手边，那个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了。然后我们国家呢，只到这里。这个廖望少写的“祖国利益高于一切”，后面呢，房子后面就是铁丝网都拦起来了。这是我们永远的痛啊，就是痛失出海口，能看得到大海，却是过不去。在最以前啊，就是18几年的时候签订那个条约，我们是有这个图们江的航海权的，就是可以在这个江上面一直开船开到大海去。但是后来1938年，俄国和日本打仗，
然后俄国就把这条江给封了，然后我们的船只就过不去了。后来俄罗斯和朝鲜又修了这个铁路大桥，你看那个桥墩子修的那么低，就更过不去船了。这个铁路大桥应该是故意修到这么矮的，就是彻底断了中国通过图们江出海的这个念头。朝鲜和俄罗斯的那个轨道是不一样的，朝鲜和我们一样用的是国际标准的那个轨道，俄罗斯是用的宽轨，就是朝鲜的火车从这里通过大桥，往俄罗斯走的时候还要变轨呢。然后俄罗斯那个有个原色的白色的圆的那个东西是他们的雷达，然后那里有一个铁的那个铁架子，那是俄罗斯的瞭望哨。我在塔上再转一圈，带大家看一下这一周有些什么东西。欢迎您来到房川。我们就是开车从那边过来的，一直沿着中朝边境图们江，那个景区的入口就是在那里啊。然后从那里坐汽车来到这里。图们江全长是500多公里，一直都是中朝的界江。只在这个大桥这里，再往前面走15公里，就是朝鲜和俄罗斯的界江了。这里有个地图啊，看地图上写的，通过瑷珲条约，中国丢掉了这个黑龙江以北的土地约60万平方公里，这么一大块啊。然后通过中俄北京条约，又丢掉了乌苏里江以东这么一大块土地，约40万平方公里，就包括这个海参崴啊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没画出来，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丢掉了，已经参观完了。哎呀，看完这个景点真的是太遗憾了。中国痛失图们江的出海口，虽然就仅仅直线距离只有9.6公里。但是你就是过不去啊！我相信，如果这边中国有出海口的话，东北地区的经济肯定是比现在要好很多。因为现在东北经济确实不怎么行啊，什么人才外流啊，人口流失。如果这边有个出海口，情况会好很多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吉林的珲春，这里是珲春的房川，也被誉为东方第一村。因为房川村是吉林省距离大海最近的地方，直线距离只有9.6公里。这里有一个卡秋莎的雕像啊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俄国歌曲居然跟我们的房川这个地方有紧密的关系，因为它就是在这边创作的。怎么回事呢？就是1938年的时候，日本和俄国在咱们这领土上，就是房川这个地方打了一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房川这个地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。它是图们江的出海口，从这里往东走，直线距离9.6公里就是日本海，那边是图们江啊，中朝边境，所以它地理位置很重要。日本和俄罗斯就都想侵略这个地方。日本和俄国打仗的这个事件叫做张古分事件，最后日本打输了啊。然后他们打仗的时候呢，这边是夏天，然后这个漫山遍野啊，都是开满了梨花。然后玫瑰花，还有各种鲜花，然后旁边呢就是图们江，然后从日本海呢会吹过来一些薄雾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很美的。我们看一下卡秋莎那个歌曲的第一句啊，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，就是说的这一片开了梨花，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，就是图们江上面飘的那个薄雾。它本来是一个诗歌的啊。然后传到他国内以后，有一个作曲家就给他配上音乐，成了一首歌了。然后这首歌呢，当时并没有流传开来，在卫国战争期间，才开始流传啊。我们下面听一下吧。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，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，卡秋莎站在俊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卡秋莎站在俊小的岸上，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。悠长
这美妙的歌曲，它在歌唱草原的雄鹰，它在歌唱心爱的人儿，它还藏着爱人的书信，它在歌唱心爱的人儿，它还藏着爱人的书信。这歌声姑娘的歌声，跟着光明的太阳飞去吧，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，把喀秋莎的问候传达，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，把喀秋莎的问候传达，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心